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釜山雨夜蓝色妖姬出圈，田曦薇撕掉甜妹标签，这套反差感造型凭什么杀疯了？雨夜里的蓝色妖姬一下把田曦薇从甜妹行列里拎出来，搁到反差感天花板那一桌去了。这事儿我是真没料到。说实话，我刷到釜山那组雨夜路拍的时候，人还在地铁上挤着呢，手机屏幕一亮，那一抹冰蓝在整车厢的灰色灯光里特显眼。湿漉漉的路面，霓虹倒影一片晕光。他撑着一把黑伞站在那儿，雨线像给画面加了滤镜，整个人就像从电影海报里走出来的，冷艳的不吓人，但也绝对不是普通红毯照的气质。而白天那套轻凝绿纱裙，我也看了，就是标准甜妹模板，清爽、软糯、小卡哇伊，轻凝之对了点汽水的感觉。到了晚上，冰蓝长裙一上身，整个人气场一下就凝到御姐模式，像有人在后台给她换了芯片似的，反差感拉得特别满。那条 Tony Ward 2025春夏的礼服，说句公道话，单拎出来算不上离谱惊艳，就是那类看上去很贵、做工很细、明星红毯里经常能见到的轻奢礼服。修身版型，顺着身形线条自然垂落的缎面，那种珠光感在棚内灯下可能就只是好看，搁到釜山雨夜这种环境里，就有点杀疯了的味道。缎面垂坠到脚边，跟地上的水光、霓虹一撞，画面里颜色就统一了。冷调蓝、黑夜、灯光的暖黄，被雨一糊，整张照片就变成氛围大片。上半身和袖口密密麻麻的碎钻刺绣，远看是柔和肌理层次，近看才发现那钻针没少缀，像雨停之后挂在树梢上的一串串冰露。我特爱那种立领设计，端着淡布骨板，领口和袖身的珠饰顺着线条缓缓蔓延，有点像双花从窗边往里头爬。剪裁上刻意留了一点露肤，让整个长裙不至于太闷。冷艳是冷艳，但不压人。有些礼服走错一步就容易穿成礼仪小姐，这件算是卡在高级和女人味的那个中间点上，挺巧。整套造型最聪明的是色调统一，耳间那对蓝宝石耳坠垂着晃悠，指尖同色系戒指透着冷光，眼妆也顺势走了冰蓝路线，淡淡一层，像雨雾刚落到睫毛上。全身从珠宝到裙身，全都在同一条色系上聊天，没有哪一件在那儿抢戏，这就很讲究。而我觉得吧，田曦薇这个人最厉害的不是穿了啥，是她能把啥穿出故事。很多人都说她是甜妹，这标签贴的时间也不短了。圆脸，清澈眼睛，笑起来有点小梨窝，乍一看确实走甜美路线挺合适。但她这次在亚洲内容大，赏这一白天一夜两套造型，一下把甜妹的边界推远了一截。白天那套轻凝绿纱裙完全是另一种戏，清甜浪漫，就像大学校园里迎新晚会上走出来的系花，轻盈、干净，带点昼间阳光的温度。阳光底色把它原本的甜感放到最大，它站在光下，你看就那种有点想恋爱的氛围。入夜换成冰蓝礼服，人和故事全变了味。慵懒长卷发混着雨雾的朦胧，发梢沾着雨珠，整个人像刚从一场复杂关系的酒局里走出来，什么都想明白了，不再委屈了。那种冷静和钝痛写在眼睛里，但他就站在路灯底下，活得特清醒，戏剧张力一下就有了。我就纳闷了，多少人天天喊着要反差感，结果呢，就是在照片上硬凹两个风格，脸还是那张脸，眼神还是那种自拍表情，衣服再怎么换，也就换来几个时尚博主的夸。而他这次反差不是挂在衣柜上，是写到气质里去了。圈内有造型师跟我说，田曦薇这种长相
是典型镜头甜感类型，五官不属于那种攻击性的美，放到大荧幕上，观众天然有亲近感，容易信任她演的角色。你想啊，很多甜妹长相，难的是怎么从无害走到有故事，不让人觉得违和。甜妹最难得的特质，在我看，就是甜而不腻，还的甜里有骨，不是人见人爱的小白花，而是那种笑起来治愈，难过时你也能信她扛得住的类型。颜值可以是奶油的，但性格的有筋，有点任性儿，这样一反差，观众才会信她演狠一点、复杂一点的角色。田曦薇这些年接的作品，像这次入围亚洲内容大赏最佳女主角的《我们的日子》，以官方报道为准，奖项入围信息来源于韩媒和国内主流媒体的综合转述，其实就能看出来，她不是只在偶像剧里打转。家庭、时代、群像戏这种戏对演员要求挺高的，你不能只会瞪大眼睛卖萌，也不能只靠滤镜撑场面的有点戏骨。圈里有知情人士透露过，他在组里挺爱抠细节的，角色情绪线、人物背景，老爱跟导演、美术聊。有时候造型也是他会一起参与讨论，而不是完全交给造型师决定。你别看这是个小姑娘，工作状态其实挺轴的，有点北京胡同里那种较真儿的劲儿。说回这次釜山雨夜造型，我特注意她那把黑伞，蓝裙配黑伞，听着挺常规，但画面里效果特妙。一身冷调蓝，本来就容易和夜色融成一片，黑伞一撑，反而像给人物加了轮廓线，伞面遮掉一部分上方的光。她的脸在光影里有了层次，眼神里那点迷离感就被烘托出来。有网友说她像游戏里走出来的冰系女主，也有人说像港片里雨夜的神秘女人。这类比喻虽然夸张，但也说明一个点，她这次不是穿礼服走红毯，是把红毯走成了一条故事线。你看照片，脑子里下意识就开始给她补人物背景，这就有戏。说实话，现在红毯文化有点疲劳，明星们一套又一套的礼服轮着上，哪天谁又穿了什么大牌，谁又踩了谁的撞衫，大家也都看麻了。真能让人记住的，不是某一个品牌，而是某一个场景感。雨夜、霓虹、蓝色礼服，这组元素被他这一站给连成了一场短片。而对他本人来说，最重要的是，终于有人愿意认真看她甜美之外的那一面。这个甜妹标签，说到底，一种审美懒惰，方便市场给你归类。你甜，就放你在某条流水线上接甜宠剧，拍一堆糖水海报，观众也乐得看轻松。可她这几年是在努力往复杂角色和更广风格靠。她能 hold 住清新浅色系，也能驾驭冷冽深色调，这不是衣服多，是人有那股气。造型百变，如果只是换衣服，那叫衣架子，能把不同风格的内核接住，把衣服穿出人设感，那才叫演员。甜妹如果知甜，那叫好看。甜妹能演苦、演狠、演拧巴，那才叫耐看。我觉得吧，甜妹长相最难得的是眼睛里有情绪，脸上还干净。她一笑，你能看到轻松，但她不笑的时候，你也不会只看到空白。这种脸放在镜头里，剧情一走，你能跟她一起往前走，而不是停在滤镜上。这种可塑性是很多标准美人反而欠缺的。亚洲内容大赏的这次出圈，等于给她打了一个升级补丁，从入围最佳女主角的作品实力，到白天清明少女、夜晚蓝色妖姬两套造型，作品和形象双向发力，让更多人看见她不止甜的可能。路还长，以后还有更多风格等着她去解锁，更多角色等她去撕开来演。话说回来，咱就聊聊您心里反差感最强的女明星造型是哪一套？是谁从小白花穿成大魔王，
还是谁从御姐突然变成邻家女孩？你觉得甜妹长相最难得的是啥？是无攻击感，还是那种让人愿意把心事跟她说的亲切？评论区咱好好掰扯掰扯，瞧瞧哪位的反差，在你心里才是真绝了。